1965年，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研制了一款复合武装直升机 AH-56夏研，它依靠尾推螺旋桨平飞速度可达到每小时400公里，并由短翼提供80%的升力，飞起来就像固定翼攻击机。它机头安装 12.7 毫米双管机枪，机腹炮塔是30毫米机炮，还可挂载陶式导弹和火箭弹，配备了先进的夜视和瞄准追踪系统，在当时是妥妥的武职霸主。但1969年3月12日 ，AH-56的3号原型机在加州海岸上空测试时，旋翼竟突发震荡，将叶垂直挥舞幅度达到1米，直接砍进座舱并削断尾梁，当场解体。经调查，事故原因是旋翼出现了半频率震荡。那么这种震荡是如何发生的呢？为此，我们需要首先研究夏研直升机的旋翼控制原理。该机的旋翼头由上层的风车型平衡锤和下层的钛合金桨骨构成，旋翼则是用变距角直接固定在钛合金桨骨上。之所以如此设计，是因为直升机前飞时，迎风前进叶片升力增大会向上并向前挥舞，顺风后退叶片则会向下并向后挥舞。但时速400公里时，叶片挥舞力量太强，只能靠钛合金桨骨的材料刚度来约束。但这种为了超高速飞行设计的全钢接旋翼，由于气动力过大，导致操纵机构无力直接控制，所以改为让操纵机构牵拉风车型平衡锤偏转，再通过风车的4个摇臂来代理操纵旋翼。而研究其控制逻辑发现，风车型平衡锤是个可自由倾斜的陀螺，受到外力时，它会继续旋转90度才发生倾斜，所以动作迟滞角为90度。而对称的旋翼反向上下挥舞也可使桨盘倾斜，但由于钛合金桨骨的刚度约束，桨盘的动作迟滞角会缩减到45度，也就是旋翼受力后会继续旋转45度才做出挥舞动作。所以要让直升机前飞，必须给风车施加右倾的操纵力，让其继续旋转90度才发生倾斜，从而变成前倾。这样风车的连杆到达前方最低点，会推动至后45度的叶片螺距减小，升力减弱。而到达后方最高点的连杆，则先拉至后45度的叶片螺距增大，升力提高，使桨盘受到向右前方倾斜的力矩，然后桨盘会继续转动45度，才让叶片上下挥舞到极限，这样桨盘就会跟着风车同向倾斜，因此操纵风车就可间接控制飞行方向。如果遇到突风低头，则陀螺稳定的风车相对机身后仰，使桨盘跟随偏斜，形成抬头回正力矩。所以这套风车型平衡锤还有增稳修正功能，同时它的升降移动还会牵拉所有叶片同时变距，使直升机上升或下降。尽管看着不错，但超高速飞行时旋翼的气动力巨大，导致钛合金桨骨对叶片挥舞的约束力不从心，于是桨盘响应迟滞角发生漂移，超过了45度，这让风车和桨盘的偏转方向出现错位，而桨盘错位偏斜又引起风车发出错位修正指令，造成二者互相激励，形成恶性正反馈，出现了旋翼第一圈向上挥舞，而第二圈向下挥舞的怪象。由于挥舞频率是转动频率的一半，因此称为半频率旋翼震荡。夏研直升机旋翼转速为每分钟246转，这造成旋翼带动机身以 2.05 赫兹颠簸，恰好和飞行员本能修正总距感的动作频率耦合，让人体在颠簸中不由自主做出同频的桨距错误修正动作。结果风车、桨盘和飞行员形成了人机耦合震荡，使旋翼挥舞振幅急剧发散到大约1米，瞬间砍进座舱并切断尾梁。虽然此后的原型机通过更换大号风车并调节旋翼刚度，避开了半频率共振，还增加了总距锁以消除人机耦合震荡，但美国陆军最终还是放弃了全钢接桨骨的超高速直升机，转而回归传统的铰接旋翼，专注低空机动性和抗坠性。最后让休斯直升机公司的阿帕奇摘了桃子，这让追求极致速度、火力和先进技术的 AH-56成了跨时代的悲剧先驱。